梅花易数第7章像是石印啊、体用深刻什么的，给捋清楚，教你怎么观察生活、发现规律的智慧，加上生活里的例子，让你不光听明白，还能感觉到里面的那个逻辑和好玩的地方。你说咱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会琢磨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儿，比如突然听到个鸟叫，或者看到点什么特别的景象，这到底有没有什么说道呢？梅花易数这第7章啊，好像就是想回答这类问题。他提了2个基本概念，一个叫3要，一个叫实应。想搞明白这一章，得先弄懂这俩词儿是啥意思。这个3要听起来好像还挺直白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要用上你的基本感官嘛，耳朵听听，眼睛看看，然后心里头琢磨琢磨。比方说你看到天边黑压压一片乌云，还闪电打雷的，心里头肯定会想，估计要下大雨了。或者听到喜鹊在你家窗户外面叫，老话不都说喜鹊报喜吗？你可能就觉得，今天是不是有好事要发生啊？这就像咱们生活里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信号。这个3要就是很直观的感受和联想。那这个实应它又是什么呢？感觉这儿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好像比3要要复杂一点啊。实应这个概念啊，可以说是梅花易数这一章里头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它确实也是从听、看、想来的，但是呢，它妙就妙在引入了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或者说你当前关心的那件事本身。书里头管这个叫体卦。实应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同一个外边的信号，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它的意义啊，可能完全不一样。不是说看到个吉利的兆头，就一定对你来说是好事儿；看到个不好的兆头，就一定对你不好，得看情况。比如黄金白银，按3要那种直觉想法，谁看着都觉得是好东西，肯定是吉兆吧？但是呢，实应的看法是不一定，得看你的体卦是啥属性。比如说啊，假设你的体卦五行是属木的，打个比方，你正在问学业上的事儿，学业通常我们认为属木，那黄金呢，五行是属金的，这个时候黄金对你来说反而可能是一个克你的信号。为啥呢？因为五行里头啊，金是克木的，所以这时候你看到黄金，可能反而是预示着你为了学业可能要花冤枉钱，或者说买的参考书看着挺好，其实不实用，这得赶紧补下五行生克了。这个是基础，后面好多例子都得用这个。简单说啊，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一个循环。然后相克呢，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又克金，也是一个循环。你记住这个生克关系，就能明白为啥黄金会克木学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实应的关键啊，不光是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更要看这个事儿跟我这个主体就是体卦是什么关系，是来帮我的，就是生我，还是来克我的。这一下子就从那种简单的信号对号对入做，变成个性化的分析了。就是这个道理。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刀枪兵器这种东西，按3要的直觉看到总觉得心里毛毛的，好像不是啥好兆头，对吧？但如果说你的体卦是属水的，比如说你问财运，某些行业的财运可能就属水，那兵器呢，五行属金，反而可能是个吉兆，因为啊，金能生水，这可能就代表有外部的力量或者什么资源能帮你一把，突破困难，反而带来财运了。再比如说战生孩子的事儿，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八卦里小男孩是艮卦，五行属土，直觉上这肯定是喜事儿嘛。但如果体卦是属水的，比如说孕妇本人八字水比较旺，或者这件事的核心跟水有关，那因为土克水，看到小男孩反而可能预示着生产过程可能有点波折。可要是体卦是属火的呢，火能生土嘛，那看到小男孩就是真的喜上加喜，特别好了。这真的是完全颠覆了那种眼见为实的简单想法了。同一个现象，因为我不一样，解读就能差这么多。所以3要就像是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的观察和联想，而实应呢，就是更进一步，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做动态分析。怪不得原文里说占卜物者不可无应也。看来这个应字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呐。那既然这个应这么重要，它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是不是说咱们生活中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算是一种应？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文章里头啊，把这些所谓的应大致归纳了一下，分了好多类别。比如天时啊，就是天气；地理呢，就是你待的地方；还有人事，就是遇到的人和事儿；还有什么动物啊、静物啊、听到的声音啊，等等等等。几乎可以说，你占卜的时候，周围能感觉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在给你提示信号。那咱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感受一下这个逻辑。比如说那个天时之应。天时之应，顾名思义，就是天气变化，晴天、阴天、下雨
雨、刮风、打雷这些不同的天气现象啊，在梅花易数里头都有对应的卦象和五行属性。比如说晴天、大晴天一般对应乾卦属金，下雨天呢对应坎卦属水，打雷刮风可能对应震卦巽卦属木。判断吉凶的思路还是一样的，就看这个天气现象它对应的五行跟你那个体卦是相生呢还是相克，或者是跟你一样，这叫比合。比如说哈，假设我问个升职的事儿，再假设我的体卦是离火，比如我干的工作性质属火，结果我占卜的时候，外面哗啦啦下起大雨来了，看水，那水是克火的，这可能就暗示着，升职这事儿可能有点悬，或者说会遇到挺大阻力。但如果说是个大晴天，乾金，火是克金的，虽然是我克它，但也代表我能掌控局面，或者说需要我努力去争取，可能就没那么糟，甚至还行。你这个理解啊，方向是对的，非常接近了。具体是吉是凶，是好是坏，还要看这个克的具体情况，还有你那个体卦本身是强是弱，这个咱们后面还会细说。但大体思路就是这样，天气能提供信息。再比如说那个人事之应，就是你占卜的时候碰到的人或者看到的事儿。比如说我正想着事儿呢，旁边有人吵架了。一般来说啊，看到争执啊、吵吵闹闹啊，多半不是什么好兆头，可能就预示着你问的这件事儿里头啊会有矛盾，或者会遇到外部的一些冲突，不顺利。反过来呢，你要是看到有人喜气洋洋的在送礼物，或者听到旁边有人在说恭喜恭喜，那通常就是个吉兆了，可能就预示你的事儿会挺顺利的，或者说有意外的好消息。这里头啊，既有这种直接的寓意解读，吵架就是不和嘛，也可能涉及到你看到的那个人他本身在卦象里代表的五行跟你体卦的关系。动物之应呢，看到个猫啊、狗啊的，也有说法的，同样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呢是有些动物啊，它有相对固定的卦象对应，比如书里说马属乾卦代表金，牛属坤卦代表土。另一个呢，就是看咱们文化里头一般赋予这个动物什么寓意，比如咱们常说喜鹊报喜，那乌鸦呢，可能大家就觉得不那么吉利，也是结合这些信息跟你体卦的深刻关系来看。比方说你求财，体卦属金，然后你看到一群牛，坤土，土是生金的嘛，这可能就是个好兆头，暗示你的财源可能比较稳定或者有进项。不管是天气啊、地点啊、遇到的人、看到的动物，甚至可能我听到的声音、看到的颜色什么的，核心步骤好像都是这么几步。第一，我得先识别出来这有个信号；第二，我得理解这个信号本身的属性，比如五行是啥，或者它通常的寓意是好是坏，比如喜鹊代表吉利。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看这个信号跟我自个儿，也就是我的体卦是什么关系，是生我的，还是克我的，还是跟我一样的，这叫比合。最后呢，把这些都综合起来判断一下。完全就是这个路子，这就是时应的基本运作方式。它其实就是在鼓励你啊，变成一个观察特别敏锐的人，留意身边环境里那些细小的变化，并且学着把这些外部的信息跟你自身的情况联系起来解读。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要观察这些外部的信号，也就是时应，也知道了要结合我们自身，也就是体卦来看。但具体怎么判断这个吉凶程度呢？是不是光看生我克我还不够？比如说，万一有好几个信号都来克我，那是不是就一定完蛋了？这就引出了梅花易数判断吉凶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核心机制了。这个机制叫做体用生克，而且跟它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衰旺论。光看信号，也就是用，对主体也就是体是生还是克，确实还不够全面。体用生克，听着名字就感觉是这套系统的算法核心了。体我们刚才聊明白了，就是核心主体，比如我自己或者我问的那件事儿。用了，用又指什么？这个用啊，可以理解为所有对体产生影响的因素，它可以是咱们占出来的那个卦象，它内部的其他组成部分，比如说动了的那个爻啊，或者互卦、变卦什么的。同时呢，也可以是我们刚才聊的那些所有的外部时因信号，比如天气啊、人物啊、动物等等。简单说，体是那个中心点，用就是围绕着它的所有相关的能量信息影响因素。那么看吉凶呢，主要就是看这些个用，整体来看是来生助体的多呢，这样就吉，还是来克制体的多，这样就凶，或者是跟体的五行一样的，这个叫比合，也算吉。但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原文里叫体一用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体只有一个，但影响它的用啊，可能非常多，成百上千，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一个吉利的用就觉得哎呀太好了，
或者只看到一个不吉利的用就吓得不行，得综合评估所有这些用加起来的整体力量对比才行。不能只看一个点，得看整体影响，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极其关键，甚至可以说比单个用是生是克更重要，那就是体卦它本身的状态是强还是弱，这个就是所谓的衰旺论。体卦自己还有强弱之分，这个怎么看呢？主要看2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时令，也就是你占卜的那个时间，主要是看季节。我们知道五行在不同的季节它是有旺有衰的，比如说木在春天就旺，到了秋天就衰了。如果你的体卦对应的那个五行在当前的季节正好是旺盛的时候，那它本身底气就足；要是在那种休秋死绝的季节，那它本身就比较虚弱。第二个呢，就是看你起的那个卦象本身的组合，里头生助你这个体卦的爻，或者跟体卦五行相同的爻多不多？多的话也能加强体卦的力量。打个比方啊，体卦的这个旺衰呀，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怎么样。如果体卦很旺，就好像这人身体特别棒，就算遇到点风寒感冒，这就好比克我的用，也能扛过去，问题不大。但如果体卦本身就很衰弱，就像身体本来就虚，那可能一点小毛病克我的用都可能引发大问题，甚至卧床不起。反过来也一样，身体好体旺的时候，再给点滋补的东西生我的用，那肯定是锦上添花，越来越好。可要是身体本来就弱体衰，这时候虽然也有滋补生我的用进来，肯定也有帮助，但可能效果就没那么立竿见影了，或者说恢复的过程比较辛苦。这个太关键了。所以说判断吉凶不能光看外来的因素，用是帮我还是害我，还得看我体卦自己身体素质怎么样，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克，或者能不能受得住这个生。这就像给一个快渴死的人体衰一杯水，生体肯定是有用的，但能不能救活还不一定。可你要是给一个壮汉体旺一杯水，那他肯定更有劲儿了。反过来，要是被捅一刀克体，对壮汉来说可能就是伤心受伤，但对一个本来就虚弱的人来说，可能就致命了。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把体卦的旺衰和用卦的生克组合起来，情况就复杂多样了。比方说体卦本身很旺，又遇到很多来生助它的用，那肯定是最好不过了，大吉大利，事半功倍。如果体卦旺，但是遇到了克制它的用，虽然有阻碍有困难，但因为自身底子硬，多半能克服过去，算是有惊无险。那要是体卦本身比较衰弱，但运气好，遇到了来生助它的用，事情也能成，但过程估计会比较艰难，需要外部的帮助，可以说是吉里面带着波折。最糟糕的情况呢，就是体卦本来就衰弱，还遇到一堆来克它的用，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凶上凶了，事情很可能办不成，而且损失可能还挺大。这么一说，这个判断逻辑就立体多了，也合理多了。除了这个核心的体用生克和衰旺，我记得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什么内外论、动静论、相悖论，这些是更细致的一些考量吗？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算是对核心判断原则的一些补充和细化吧。比如说内外论，它就是提醒你啊，既要看卦象本身内部的因素吉凶，通常指内卦，也要结合外部的那些时因信号，通常算外卦。有时候啊，卦本身看着挺好的，但外部环境信号全是熊掌，那好事儿也可能被搅黄了。反过来也一样。动静论呢，通常认为动态的信号，比如有人跑过去啊，下雨啦，预示事件应验的比较快；而静态的信号，比如你看到一座山、一棵大树，那可能预示应验的比较慢。至于相悖论，主要是看你观察到的那个信号是朝向你过来的向，还是背对着你离开的背。一般认为朝向你的更容易应验到你身上，而背离你的可能就不应验了，或者说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听下来啊，感觉这套体系考虑的真是相当周全和复杂了。它好像试图把时间、空间、事件、人物，还有核心主体本身的状态，都给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里头。怪不得文章特别提醒说，千万不能浇筑古色，就是说不能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比如光看到一个时因信号就下结论，忘了看体卦的属性和旺衰，或者只在卦里面分析生克，忽略了占卜的时间点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都容易出偏差。的确是这样。梅花易数第7章啊，它是在训练你一种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活的方法。它其实在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吉凶是相对的，是动态变化的。关键看什么呢？看那个核心主体体卦它自身的状态怎么样，以及它跟周围的环境各种信息流，也就是用和应之间是怎么互动的。所以真正的高手啊，一定是能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到，然后做出综合的灵活判断的那种人。
咱们这次关于梅花易数第7章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算是搞明白了3要和10应的差别，从简单的观察联想到结合自己的个性化解读，也了解了怎么去识别周围环境中的各种10应信号，天气啊、地点啊、人啊、动物啊等等。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它那个核心的判断法则，就是体用生克，特别是要结合体卦本身的强弱状态，也就是衰旺，还有综合内外因素来看。那么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对咱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启发可能在于鼓励我们都去做一个更敏锐、更懂得联系的生活观察者，去留意那些平时我们可能就忽略过去了的，看起来好像挺偶然的现象，然后去思考一下它们之间，以及它们跟我们自己之间是不是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联系或者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挺有意思的思维锻炼。没错，而且你看这篇解读文章，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讲怎么去观察和解读外部世界的这些信号。但咱们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一层，或许还有一种更内在也同样重要的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些外部观察的内在反应和解读。内在的反应，对，你想想，当你注意到一个所谓的吉兆或者凶兆的时候，它在你心里头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感受？是让你一下子变得更乐观了，又更有动力了，还是让你变得更焦虑，甚至有点想退缩？这种内在的情绪和心理反应，它本身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应呢？它又会怎么影响你的心态，并且进一步引导你接下来会怎么想、怎么做？这可能是一个你可以继续向内去探索的方向。毕竟就像原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的，外在的这些启示只是一方面，最终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恐怕还是要靠咱们内在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啊。把观察从外部世界一下子延伸到了咱们的内心世界，值得琢磨。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进行了这次深入的探讨。